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回顾，事实证明31岁的迪丽热巴已经走上演技的另一条大道。说起娱乐圈内如今的顶流小花，首当其冲的便是迪丽热巴了。刚一出道的她，便凭借着一张充满异域风情的美丽面容和婀娜的身段，获得了无数观众的赞美和追捧。在她热度最高的那会，几乎只要沾上迪丽热巴4个字，那便是妥妥的流量密码。然而，拥有着如此粉丝群体和庞大流量的迪丽热巴，却丝毫不爱惜自己的羽毛，不仅言行不端，更是在根本性的家国问题上模棱两可。近日，更是因为一件亲日辱华以及早期的一些迷惑行为，而被无数网友口伐笔诛，隐隐有了塌房的迹象。那么，迪丽热巴究竟做了什么人神共愤的事情呢？如日中天的她，到底因为哪些事情而惨遭塌房呢？众所周知，娱乐圈内许多女明星都喜欢在出席公共场合时身穿低胸晚礼服，然而她们穿都穿了，等到走出来时，却又小家子气地用手护住胸口。这一现象立刻引起了著名毒舌金星的不满，他直言捂胸是怕穷人看到，又怕富人看不到。此番言论发出，立刻在互联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，无数的网友纷纷当起了福尔摩斯，寻找符合金星口中又当又立形象的女明星。这不找不知道，一找吓一跳，大伙这才发现迪丽热巴就有穿低胸礼服捂住胸口的习惯。一时间，无数的网友对迪丽热巴的穿着展开了争论。大部分人认为迪丽热巴这样穿着礼服捂着胸口，不仅显得很拘谨，而且也不美观。既然不想暴露那么多，一开始不穿低胸不就好了吗？然而，面对这样的言论，迪丽热巴的粉丝则是直接回怼称，迪丽热巴只是一个没有自主权的演员，自然是公司要求穿什么就穿什么。这样的言论显然是不成立的。要知道，以迪丽热巴这个体量，怎么会没有穿衣自由呢？面对着逐渐高涨的舆论，迪丽热巴并未做出回应，只是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将双手叠在胸前的视频。如果只是平常来看，这只是一条普通的短视频，然而发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，而且也是同样的捂胸动作，其挑衅意义不言而明。迪丽热巴的这个带有挑衅意义的视频一经发出，收获的并不是网友们的竞相支持，相反的，网友开始指责迪丽热巴的格局实在太小。这种阴阳怪气的视频，远不如正大光明的回应一下自己的穿衣风格和习惯来得好。虽说穿什么衣服、做什么动作都是由迪丽热巴本人决定的，旁人无从指摘，但是身为一个公众人物，在大庭广众之下，穿晚礼服还仿佛防贼一样的捂着胸口，显然是影响观感和镜头效果的。某种意义上，这也是一种演员的素养。由于这次的与金星的小摩擦，迪丽热巴本就在路人口中有些崩坏的口碑再度下滑。不过随着这些年的发展，迪丽热巴的粉丝群体早就固化，路人缘的降低倒也无伤大雅。然而接下来她做的事情却是彻底触及了国民的底线，就连许多她的粉丝也纷纷倒戈。在今年8月，日本做了一个威胁全球生态、人神共愤的举动，那便是将福岛的大量核废水排进了大海之中。这对于全世界的人民而言，都是一场难以想象的巨大人为浩劫。要知道，当核废水被倾泻进大海里，其内部蕴含的辐射物质将会令海洋内的生物基因产生突变，甚至直接致死。不仅如此，许多沿海国家主要的食用盐来源也会被直接污染。一时间，怨声震天。身为始作俑者的日本，成为了众矢之的。为了维护我国国民的安全和利益，政府对于那些销往日本的海产品也是进行了大量的限制。同时，身为我国的国民，也在为抵制日本而做出贡献。一时间，不计其数的日本海产品和日本化妆品被人们弃如敝履。这不仅是宣泄情绪，也是对日本不顾世界安全的控诉。在此次事件中，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网红明星，都达到了高度的团结。许多明星更是在社交媒体上直接发文怒斥日本，呼吁广大人民去抵制日货。知名女演员穆婷婷在自己的微博上一连发布了好几条文案，宣泄心中的悲愤。从穆婷婷的言语中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对于日本排放核污水行为的愤怒与无奈。尽管穆婷婷已经退圈已久，但面对日本这般丧心病狂的行为，她还是难以遏制内心的痛苦，甚至直言自己的心都在流血。男星贾乃亮也在得知此事之后，在社交媒体上对日本的这一行为表达了强烈的控诉和谴责。演员孙坚甚至直言日本人都不是人，
可见心中的愤怒和悲痛。身为我国的艺人，首先的明白，国家的利益永远是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的。身为公众人物，在面对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，应当敢于做出表率，引导大众往积极的方向上靠拢。如今日本排放污水，许多明星都表达了自己抵制日本的观点，以尽绵薄之力。然而，在这样万民一心谴责日本、抵制日货的狂潮中，迪丽热巴却选择了逆流而行。据悉，在日本爆出排放核废水之后，迪丽热巴依然在代言日本产品玉木本。在这之前，迪丽热巴对于玉木本这款产品的重视便已经体现在方方面面。在她出席的诸多公共场所中，大部分都是佩戴着玉木本的首饰，可见品牌方一定给了迪丽热巴相当高的报酬。面对迪丽热巴不知死活的行为，许多网友和粉丝也是纷纷在她的社交媒体下方留言，让迪丽热巴赶紧与自己签约的那些日本品牌解约，不要自断前程。然而，迪丽热巴不仅不听，甚至还在排放核废水的当天直播带货玉木本首饰，其心可诛。事实上，这已经不是迪丽热巴第一次在国仇家恨、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站错队伍了。早在2021年的迪奥辱华事件里，迪丽热巴便已经表现出了自己那模糊的家国观念。众所周知，我国作为迪奥这一品牌最大的几个客户国之一，不仅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，甚至还经常被迪奥以各种阴阳怪气的方式嘲讽，可谓是放下筷子骂娘第一人。尽管我国一再忍让，但在2021年时，迪奥却触及到了我们的底线。当时，迪奥上新了一条半身裙，然而整体的造型却是抄袭了我国的传统服饰马面裙，甚至还盗用了我们的花鸟图，这是赤裸裸的文化剽窃。面对这般无耻的行径，无数的海内外国民都群情激愤，在线下和线上展开对迪奥的抵制行为，尤其是那些在海外的留学生，更是怀着一腔热血，在大街上拉起横幅，于迪奥的总部门前游行示威，逼迫迪奥为自己的剽窃行为道歉。然而，出于骨子里的傲慢，迪奥不仅没有道歉，反而变本加厉地开始了自己的辱华行为。在同年，迪奥发布了一则彩妆宣传照，图中有一位模特故意用手指将自己的眼皮拉得又细又长，这显然是在讽刺国外对亚裔眯眯眼的刻板印象。此外，几年前迪奥也曾发布过一组亚裔妆造宣传图，与这次的眯眯眼也颇为相近，画面丑陋暗淡，故意丑化亚洲人民，更是着重强调了眯眯眼。很难想象，这种将自己的刻板观念强行灌输给全世界的行为，是不是一种卑鄙的文化入侵？面对这种近乎跳脸嘲讽的侮辱，我国人民也是义愤填膺，女星杨颖更是直接解除了与迪奥的合作协议。正当迪奥处于风口浪尖的时候，迪丽热巴却站了出来，宣布了自己与迪奥合作的消息。似乎是为了表达自己心中的喜悦，迪丽热巴还连发了2条微博，表达了对于迪奥的支持和成为迪奥品牌代言人的喜悦。他手下的粉丝也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，认为自家偶像出息了，竟然代言了这么大的品牌。然而，互联网虽然没有记忆，但是国民是有记忆的，国家是底线。面对迪丽热巴代言迪奥的行为，许多网友也是纷纷表示希望迪丽热巴接触与迪奥的合约，并要求迪丽热巴给广大人民一个道歉。身为公众人物，连这点是非都分不清楚，简直细思极恐。然而，无数网友的集体发声，换来的却只是迪丽热巴的沉默。无论是她本人还是工作室，都试图用时间来冲淡网友的记忆。或许在他们的眼中，个人利益高于一切。直到现在，迪丽热巴也不曾解除与迪奥的合约，一边尽情享受着国人粉丝的追捧，一边为国外辱华品牌代言，在崇洋媚外这一块，算是给迪丽热巴玩明白了。如今又发生了日本排污这件事情，再结合当年的迪奥事件，我们会发现迪丽热巴的家国观念简直稀薄得可怜。很难想象，身为一个顶流的中国女星，竟然在家国立场上选择了站在国家的对立面。迪丽热巴或许真的认为自己的粉丝可以将她永远庇护住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她可以立场不坚定，但是她的粉丝可都是中国人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在民族大义、家国情怀面前，戏子安能误国？感叹号！希望迪丽热巴早日悔悟，否则她站得越高，摔下来时只会越惨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。